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就要开黄庭了，也就是在我这个影片发布之后的几个小时，即将要开打黄庭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们来更新一下关卡器的情况。关卡器我们进行了3天，当关卡器开放的时候，上面2个阵营是互打的，下面4个阵营是互打的。我优先说上面的部分，其实关卡开放的时候，93是优先拿到的，但是他们放置要塞的时间会比960、2489还要更慢一点。在一开始就投放了大量的要塞在不同的地方，包括93的领土前面，试图要挡着93的去路。各位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我们投放的位置，黄色的要塞全部都是我方的。那么各位可以看到，他们原本是想要从这个方向翻墙过来的。因为960优先放置要塞的关系，就变成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位置走出去，并且在93领土前面放置了3个要塞，在中间靠左边的位置可以看到93只是放置了3个要塞而已。当然这个也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93也是放了一个要塞在960的翻墙门口前面，这个是后续的情况，可以看到93这里又额外放置了2个要塞，推测这2个要塞是之后进入黄庭所使用的。在中间的部分，93原本挡在960门口前面的要塞已经被摧毁了，没有办法建成功。960的要塞也是一样，没有办法在93的门口建成功。双方就那么刚好卡在中间，一人一半的位置。各位看到上面的方向有一个山谷挡着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战斗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是在下面而已。有了山脉作为阻挡，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，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守。战斗的地方只有2个连接处而已。可是在右手边960领土的方向可以看到93这里是成功建起了一个要塞，但是当那个要塞建起来的时候，旁边的领土不是很好，有很多地方都被挡着了，没有办法牵成过去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建立更多旗帜，然后960跟2489的旗帜即将要连接上这个要塞了。所以尽管93是成功的把这里的要塞给建起来了，最后还是被我们给拆掉。那事实上经过了3天的时间，我们的画面依然还是这样，没错，你们没有听错也没有搞错，确实没有改变过。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960在前面丢了一个要塞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60 GT 的要塞可以翻墙出去黄庭了，甚至允许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可以建旗帜过去挡着93的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攻击一下93的旗帜跟要塞呢？主要是93他们本来防守就还蛮强的，再加上这个地图是有哨站功能的，93他们会把一些部队放在哨站里面，当集结一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派出了大量的部队去把集结给围下来。在这3天里面，960只是踩过1根旗帜而已，没有错，就是那么1根而已，并且那根旗帜是导致960阵亡了很多部队。所以这3天的时间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打野战而已，还有一直不断的开集结去消耗对方的兵力。总的来说，93有一个门口，960、2489也有一个门口，双方的位置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960有一个要塞在中间，他们可以从这个方向翻墙出去。也因为这个领土是互相连通的关系，所以估计在黄庭开放之前，双方会派一些部队过去干扰敌方，甚至很大可能有其中一方是没有办法拿下门口的，或者耽误对方的时间。就算双方已经成功进入黄庭了，对方也是可以查看我们的领土有没有空缺，假设有的话就可以悄咪咪的丢下一个要塞，然后在我们后面开始建旗帜，拆掉我们的旗帜，拆掉我们的要塞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除了在黄庭之外，这个区域也是在战斗，两边夹攻。当然要进行这个操作，人数要充足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。93他们的人数会比较多，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讲下面的部分，这里我是已经帮大家算过到底有多少个要塞了，总共有68个要塞，包括旁边上你们画面上没有看到的。由于这一次我也是有参加战斗的关系，所以下面的变化其实我不是很清楚，我只能大概叙述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而已，所以有一些地方说的不是很好的话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的盟友也就是木阵营呢，他们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。在左手边的部分，这里建起了一道防线，有蓝色跟黄色的要塞。根据地图的数据来看，其实光阵营是比木阵营还要更强的，所以木阵营没有办法突破出去也是正常的，而且这里叠了大量的要塞，所以要出去的话也是要花一点时间。虽然有很多玩家都说青木阵营是已经放弃了，他们已经摆烂了，但是可以看到至少他们是已经守护了自己的领土，拥有足够的机场，而不是完全推回去关卡之内，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有机会在后面做出一些干扰。但是93的盟友光阵营他们也不笨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在关卡前面的位置，他们是已经叠了至少2到3层的要塞。
等于说除了木正宁他们可以在这个方向找到突破口之外，否则他们是要花大量的时间才可以冲出去，并且也不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。不过在黄庭开放的时候，光正宁应该是没有时间去管理这片区域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阻止青木正宁在后面干扰。在右手边的情况也是可以看到他们筑起了一道防线，这道防线是由光正宁跟水正宁建起来的。9602489的盟友有试图想要突破这个区域去拿下这个关卡吧，但显然呢，在3天的时间里面是很难突破这道防线的，而且还有多余的空间。假设他们拆掉了前面第一个要塞，后面还可以再叠成更加多的要塞，那这个情况也就等于说9602489的盟友只拥有一个门口而已，右手边的那个门口，剩余的3个门口都是由93的盟友拿下的。不过风正宁还是有想办法去扩大自己的领土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已经建起了一个要塞，所以大概率风正宁会从这个方向走出去，但是门口只有一个的情况下，也就意味着在黄庭9602489还有他的盟友拥有的领土会比93方还要更少。这里我们做个黄庭领土猜测，那可以看到93的盟友因为门口比较多的关系，再加上要塞放置的位置，有很大可能93他们拥有这么多的领土，然而9602489方他们只有这么一小块而已，也就是大概1/3左右吧。这个情况跟上一次 KVK 似曾相识啊，上一次93也是拿到大量的门口，好像有4个，然后960只有2个而已。不过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在于960这次有盟友了，而且还有2489的帮助，所以预计领土不会像上次 KVK 那样消失的这么快。但是同样的93他们的盟友也是可以进入黄庭，并且是2个阵营的盟友，然而960只有1个阵营的盟友可以进入黄庭，除非风阵营这里安排了多一条路线让水阵营出去帮忙。那坦白说93他们可以拖延9602489的时间，不要让他们进攻成功，然后让盟友成功的把9602489的盟友给推出去，最后93再跟盟友光阵营还有水阵营加攻9602489，这一场 KVK 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。由于领土比较少的关系，再加上木阵营没有办法进入战场帮忙，所以有很大可能这一次960会输掉 KVK， 有可能而已啦，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。因为93不好对付，960跟2489要清除掉93也不会这么快。93的防攻与进守都还蛮强的，并且再加上这一次地图的机制，他们可以放预设部队。圣城开放的时间是在3天之后，有很大可能他们会拖到圣城开放拿了 buff 之后，就像上一次 KVK 那样，直接打了鸡血，然后把960完完全全的给推出去，不管是什么等级的玩家都直接去围殴旗帜了。总结来说，黄庭93与他的盟友优势会比较大，领土会比较多，不过最后还是要看谁能坚持得更久。不过这一次地图不同的情况在于，上次93他们是真的直接包围整个圣城了，这一次9602489还有他的盟友是有机会可以拿下圣城了，并且地图也没有说差别的非常大，就是比较小一块而已，所以9602489还是有胜利的可能。我推测快的情况下可能打4天左右，如果慢的情况下可能会打整个星期，所以各位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以上就是关卡器的发展，还有我对于黄庭的猜测。所以各位有什么东西想要补充的，或者是有其他的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